好，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实际的独立源。首先来介绍一下实际的独立电压源。这是一个实际独立电压源的电路模型，这一点我们早在第一讲就已经介绍过了。在讨论完了 KCL 和 KVL 以后，我们重新来审视一下它，可以得到更深刻的理解。我们看端口电压电流非关联参考方向，那么我们能写出怎样的方程呢？所有的元件流过都是电流 I， 电压从这儿到这儿的压降等于从这儿到这儿的压降，我们只能写出 U 等于 US 减 RS 乘以 I， 这是我们能够得到的唯一的端口的 UI 关系。我们把这个 UI 关系画出来。首先 I 等于0的时候 U 等于 US， 其次 U 等于0的时候 I 等于 US 比上 RS， 于是它就是在 UI 平面上的这么一条直线。那么我们观察这个直线，同时比较我们关于独立电压源的直观想法。我们在第12讲里讨论过， RS 越小，这个实际电压源就越近似为一个理想电压源，它能够对外提供电压的能力就越强。那么大家看 RS 越小的话，这个点就越往右，也就是说这条线越来越趋向于一条水平的线，这就是一个理想独立电压源的特性。那么类似的，我们接下来讨论实际的独立电流源，也是在此前讨论过，它可以认为是一个理想电流源和一个电导的并联。那么我们在端口电压电流非关联参考方向的情况下，写出它的 UI 特性。显然对于 KVL 来讲，所有元件上都是电压 U， 我们只能够写出这一点的 KCL， 那就是 I 等于 IS 减去 GS 乘以 U。 我们可以类似的画出它的 UI 平面上的特性曲线。U 等于0的时候 I 等于 IS， I 等于0的时候 U 等于 IS 比上 GS， 这是过这两点的一条直线。我们接下来类似的讨论 GS 的作用。在第12讲里我们介绍过， GS 越小，或者说对应的 RS 越大，它所对外提供电流的能力就越强。那么对于这个图来讲， GS 越小就意味着这个点越来越向上，那么这条线越来越倾向于一条垂直线，这就是一个理想独立电流源。好了，有了前面这两个结论以后，我们来讨论一下实际独立电源的等效变换，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是我们刚才讨论的实际独立电压源 UI 特性和它在 UI 平面上的曲线，这是刚才讨论的独立电流源的相应性质。现在我们可以回答本讲前面的那个问题了。如果你想要得到一个电流源，也就是说你想要得到一个电流源 UI 平面上的特性的话，你是否能够用一个电压源，或者说是用一个电压源 UI 平面上的特性来凑出这个特性呢？那么当然这是可以的。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让 US 比上 RS 等于你指定的那个 IS， 同时我们让 US 等于你指定的那个 IS 比上 GS 的话，很显然这条线就是这条线。当然了，它应该是一个电流源，因此它在 UI 平面上就应该尽量的直，越接近垂直线越好。显然这就需要我们的这个 GS 非常小，那么当然类似的就需要我们 RS 非常大。为了实现相同的 IS， 对应的 US 也要非常大。我们总结一下，如果说你想要用一个实际电压源来凑一个实际电流源的话，你就需要有一个很大的 US， 很大的 RS。那么同时呢，要使得 US 比上 RS 是你指定的 IS。在这种情况下，你就能够得到一个相对性质比较好的实际电流源。这是仅仅从图形上来考虑。接下来我们结合此前几讲讨论的等效的观点，来进一步讨论二者
如何进行转化。我们说过，等效的两个子电路的 UI 关系需要具有相同的形式和参数。大家看，这是电压源的特性，这是电流源的特性，它们不具有相同的形式和参数。那我们把它转换成相同的形式和参数。从这个式子我们可以知道 I 是等于 US 比 RS 减去 U 比 RS 的。这二者需要等效，很显然应该 US 比上 RS 等于 IS， 很显然应该 RS 分之一等于 GS。 那么类似的，我们把这个也可以改写为 U 是等于 IS 比上 GS 减去 I 比上 GS 的。那么对比这两个式子，很显然 US 应该等于 IS 比 GS，RS 应该等于 GS 分之一。把这二者总结一下，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这两个电路要想等效的话，很显然应该 RS 等于 GS 分之一，同时 US 等于 RS 乘以 IS。这是实际独立电压源和实际独立电流源等效变换的核心方程。那么有了这两个式子以后，我们就来看一看，如果说你现在有一个实际电压源，想知道跟它对应的那个等效的实际电流源是什么，还记得我们刚才的那两个方程吗？ US 等于 IS 乘以 RS，GS 等于 RS 分之一。应用这个方程，我们就可以画出来，这是 RS， 这是 US 比上 RS。 大家可以在这个电路里用 KVL， 在这个电路里用 KCL， 尝试列写出来的 UI 特性肯定是一样的。那么类似的，对于一个实际电流源来讲，我们用这个式子也可以得到对应的等效实际电压源是 IS 乘以 RS 和 RS 的串联。类似的，我建议大家对于这个电路来讲用一下 KVL， 对于这个电路来讲用一下 KCL， 你将得到两个完全一样的 UI 关系。这里面有一点需要说明，对于相同的端口电压电流参考方向来讲，如果说电压源是上正下负的，那么你对应的等效的电流源应该是向上流的，类似于等效的电流源向上流对应的电压源上正下负，这是一个容易出错的地方。